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先来认识下我们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爱情出了问题，需要的不是眼泪，而是智慧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来爱情保卫战。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孔云龙，欢迎来到爱情保卫战。希望每一对人呢都能够面对问题，恩爱到底，然后解决问题，然后和和美美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彤。爱情就是我们看透一切真相之后，依然觉得值得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疼你呢，愿你爱的人正好爱着你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在婚姻关系当中情绪价值抵万金，只有接得住对方的情绪，才能捧住彼此的心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们，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。请开门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赵先生，25岁辽宁人，现居贵州毕节；自营店主黄女士，25岁，来自贵州贵阳。学生，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今天是想分手还是继续？我是这辈子认定他了，不接受分手，我离不开他。他太让人失望了，又没有主见，我怎么继续和他在一起啊？那你想结束这段感情吗？当然不想，我已经成熟很多了，我已经能独当一面了，我相信他能看到我的改变的。我已经在他身上看不到光了，我觉得分开对大家都好。那现在你们俩这个是谁要来的？我啊，你要来的呀？啊，对啊，咱东北小伙困惑了。困惑呀。那讲讲吧。在今年25年的2月份，我们俩因为一些可能是常年日积月累的一些事情吧，闹崩了。崩了？崩到什么程度？有将近就是我不想再跟他好了。那行，咱慢慢讲讲啊。看来这事儿还挺大，怎么在一起的？23年的时候我们相识，在上半年，那是我大4，他大1。你们俩不是同岁吗？啊，对，虽然同岁，但是咱们上的学吧，它是有差别的。那他蹲级了是不是？我是有2年在外面上了班，然后再回学校的。你为什么是工作了2年又重新回到校园里？因为我是一个中专生，家里让我学了护理、护士，然后学了以后觉得这个可能不适合自己。上班这个过程中，我觉得还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，我怕之后想上学都上不了了。然后呢，大专我就换了专业，考了其他学校，所以说我们同龄，但是我比他小3届。哦，那你本身还是一个挺有主意、挺有想法的女孩子啊。是的。然后这就认识了。那认识是怎么在前提认识呢？是我在大4的时候勤工俭学兼职，做一些商演这个演艺活动。他呢是有某一场活动的领队，也就是负责人。嚯，大1的学妹是你这大4学长的领队人。对对，在接了几场活动熟悉了。哎，我就纳闷，我大4，他是大1，他为什么呢？就是能牵着我。然后呢，我就想多去了解一下他。你为啥能牵着他呀，姑娘？可能是因为我在外面上班这2年经历稍微要多一点，然后呢，我就想着自己读书，自己赚点生活费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周末什么的我都会去接一些兼职活动。碰巧嘛，就在某场活动认识我了，加了微信，不是要发工资嘛？有微信以后，我就看他，朋友圈有发他自己的一些短视频，就是跟他本人是有差别的，很反差的一个人。就是本人的话可能稍微要腼腆一点，但在视频里就比较抽象，很放得开，很好玩，就给人带来快乐的那种。然后了解以后发现，这小伙子挺不错的。然后呢，他也找我聊天，然后频繁的聊天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那你们算是谁追的谁呀？我感觉啊，是你追我吧？哎呦，我觉得是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，可能我对他好感要多一点。你喜欢他视频里边那个开朗抽象的样子？对，我喜欢那个样子。那你这么有主意，这么有计划，又曾经有社会经验，那应该是对你们的恋爱呀，包括你的个人这个发展有规划的，对吗？有。那你找了这个男朋友的规划是什么呢？我希望在我们俩就是毕业以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然后好好在一起。但是我面临毕业，他已经毕业了，我感觉不稳定。那你们这2023年到现在2年的时间，经历了哪些让你觉得不稳定了？先从一开始讲起吧。
从一开始就是他马上毕业，那时候我还在读书，我们刚在一起有3个月吧，因为他有拍短视频，然后油量还挺好的，因为也毕业了肯定要做事情，要工作。我看到一个甜品还不错，那我们贵州是没有的，大城市是很多的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我们就一起创业了，开了第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甜品店。对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说我是还在读书，但是我周末都会来帮忙的。就你从贵阳去毕节，对，然后每周末周五我就会返回去帮忙，但是他在店里的时间就比较多。要不你们创业这谁投的资呢？我投的，工作的积蓄。对，但是我认为这个店啊，他出钱我出力，但是呢，那他是老板，你是员工，他是董事，我是执行呗，相当于。但是这个店能做起来，有他的功劳啊，但是我感觉我的功劳也占的挺大的，是线上引流，线下变现。你的流量。对。咦，这么说来，姑娘，你当初也看中了他的流量喽？是的。你倒挺坦诚。是。你们这对小情侣不仅仅是当时情感上算是情投意合在一起，其实在事业上讲也是互有帮扶。那这不是挺不错的开始吗？但是在这个共事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生了很多矛盾，很多意见不合，然后更加了解彼此的性格，一些问题，我觉得是有不合适的地方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或者看到了什么问题？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阳光自信的，是给我一种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好的感觉。但是真正共事以后，我发现你说什么他的确会做，但是不是什么都能做得好。比如说一个小事情，店里的事情，我给他交代好了，回学校以后，有人找到他想学习我们这个技术，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东西，他做不了主，他是每件大事小事都会来问我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本来我读书也挺忙的，周末也会去店里，我就很累。就是女生，她是不是授权你一切你可以做主店里的事？授权了吗？授权了。他现在就那你为什么就每一次大大小小的事、事无巨细都要去请示？这是因为尊重吗？因为是爱吗？还是自己拿不定主意？我认为我们是合伙人关系，又是情侣，这里面掺杂2个，一个是合作，一个是感情。我跟他商量沟通，是不是应该是2方都该知道的？就是因为他之前告诉我，竹地我出，可以让我夺定，但是就因为我有的夺定的判断有失误，他不满。那我不满了，那肯定会有争吵嘛，那是因为你没做好啊。刚才说这个第一家甜品店还算是可以的，那后来真正产生矛盾和这个分歧是在又开店了吗？应该准确来说应该第2家店。对，还挺厉害的你俩啊！甜品店能开得不错，还要开分店。那么第一家店是失败了呢，还是成功的基础上开第2家？成功的基础上。你这挺厉害的，但这好事儿怎么又变成了不愉快了呢？那毕竟2年，我觉得你对未来是要有个更完整的规划了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？如果这个甜品店做不下去，那我们应该干什么？我是希望他有其他的规划，有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因为这个建议是我提的嘛。那其实他现在所做的每一步都是我来说的，就我来说下一步应该怎么样，我来说怎么做。你希望他告诉你怎么做？我希望他更加有主见，然后你要为未来想一想，如果这个开不下去了怎么办呢？你还想留在贵州？你后面是想考工作，还是说想要继续干一点其他生意？你要去考察，你要去看，而不是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现在我不想说了，那你应该做什么呢？女生啊，我插一句，您真的比他爹妈都有主见，但你呢，是不是先给他定了很多的调，很多的框框？你应该这么做，这个要怎么做？长期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然后做的不好，你还指责他。男生，那你说说吧。是咱们这个女生这个沟通方式，或者是和你相处方式，咱们有待商榷。但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了，如果这家甜品店开不下去了，估计现在没有以前生意好了，是吧？是的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我觉得单纯从这点上来说，人家问的也没错。你有啥计划呀？他说这个东西吧，刚开始我不否认，我没有去考虑过。但是后来呢，也就是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，我有考虑过。我自己呢，自己的本专业是搞体育的，其实我是挺喜欢在操场上给学生授课的。第一呢，我是想考研究生的。其次呢，就是咱们不考编制以外，因为现在竞争很大，自媒体也是一条出路。那个体育的发展也是欣欣向荣的。
我们可以去线下场地任意，你家的楼下、公园、操场都可以来教授你家的孩子，来儿童体适能，也就叫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这也是一个很好，但是我没有跟他去沟通这个事情。你是第一次说啊，站在这儿。也是跟他多多少少隐晦的去过渡过。哎，为啥你想了这么长时间，从去年到今年想了这1年了，快大半年了，你为啥不提前不早点跟他说？你实话实说。其实有跟他想跟他沟通吧，有时候他，在我心里啊，她是一个挺优秀的女孩，但是呢，从某种上她也是个很强势的一个女孩。跟她有时候说了吧，她是能给我一些正能量或者是积极答复，但是从另一种方面来说，就是也可能有压力。我要是做不成功或者怎么样，压力没事说出来，你把你的压抑，把你你全都发泄出来。女孩发泄出来。人家说的这个，我做个人啊，我觉得是一条路啊，可以去摸索啊。你听完呢，这不是有主见吗？没有啊，因为这个事情是现在才有的，但我们在一起这2年的过程中并没有。这2年他都是在有了还不行吗？现在有了，晚了。这2年其实很累，他也累，但是他跟我说这些，作为一个男生嘛，可能他有依靠，有一些方向，这毋庸置疑，没有错的。作为女孩子，但我也想啊，但是这个阶段里面，2年的创业时间，第1年这个店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经营，属于线下拍视频也好，制作、采购都是我一个人完成。尤其拍视频、自媒体流量，这个其实挺绞尽脑汁的。小赵，其实他不懂，你不用拼命自证自己哈，你只需要去想明白一个问题：你自己认为自己很努力了，作为刚毕业大学生，店也经营好了，流量也有，你认为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哈，还算满意。那你只需想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他对你不满意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要提出和你分开？可能我情绪化和性格上，你觉得还是你的问题是吧？对，我一直认为我的问题。哎，你别笑嘛，人家今天也给你说了解决方案了，我要做体育教练，线上线下有方向了，你还不满意？你到底是哪里不满意？不是满不满意？我觉得之前我可能会觉得是为了我们2个共同，但现在的话，我感觉是为了他自己，他也得为自己规划啊。是啊，没错，那怎么就影响到你们感情了？我到现在没有听到你们说一句。共事这2年的话，是有发生过很多矛盾的。就算小矛盾也好，大矛盾也好，积累多了以后，我现在挺失望的对他。但是每次因为感情吵架的时候，他从来没让过我。所以这是他说情绪化，脾气可能有点暴躁，不知道哄女孩，这个也让你挺失望的也是吧？对。女生，我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男生是不是在和你的相处当中，他呈现了2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？哎，你们2个人创业的时候，你感觉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，但是在感情当中，我们不说情绪价值。您又感受不到这种温暖，是这样吗？是，人家说的没错吧，小赵，你刚才说了啊，这2年你们的合伙工作，你认为自己还是努力了，对吧？那感情呢？你觉得你做的怎么样？我们俩可能跟普通情侣不一样，有的人情侣是上来是先谈恋爱，轰轰烈烈的爱情，才后面有其他的事情。我们俩呢，确定关系3个月之内，我们就一起经营开店了。在这个3个月里面，我感觉感情不是特别稳定，都是在相互在包装自己，把自己的优点放大化。那些都是这样啊，对呀。但是时间长了，那肯定会暴露一些缺点。我们俩可能这么说，我是从不喜欢他，到慢慢认可、喜欢，到最后我想笃定和他在一块儿，是这个过程。你俩是先合作再恋爱啊，可以这么说吧？其实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觉得女孩子也好，男孩子也好哈，关于自己事业也好，或者爱情也好，我肯定希望他更能带动我一点，更能帮助到我多一点，我也不会那么累。然后到现在，我肯定这个过程中，我毕竟在一起2年，我也有自己想法了，我肯定也想赚点钱，给自己更好的生活，买车呀，或者买房稳定下来。但是如果以这样的情况下去的话，我觉得很遥远。哎，你们爸妈知道你俩的关系吗？知道，知道。都什么意见？我父母这边，妈妈说尊重你，但是太远了就是不建议你远嫁。我父母刚开始给我的建议是尊重我，可以留在贵州啊，可以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是他担心的是2个人一旦走下去，走进婚姻，可能你就跟着他回北方了。如果感情好，其实在哪都行。所以你妈妈说不同意是因为太远，其实不成立啊。对但实际上还是你不满意。对。哎，女孩子，我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挽回的可能？就比如说你列出1、2、3，他做到什么，那咱们再继续努力努力。
有没有、首先，他说他有未来这个规划，但是现在没有去做，而且我是最近才知道这个事的。那首先，如果他工作稳定，确定好在贵州，因为现在都是说嘛，那落实下去是需要时间的。然后，那你给他这个时间吗？给这个时间可以给，但是主要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性格。我希望他自己更有主见一点，然后为自己着想一点，为自己未来规划的更明确一点。然后，感情上的话，还是希望他就是让着我一点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好的状态，他肯定是觉得我好的，但是我们吵架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让着我。这姑娘还是很理智的。谈了3点啊：一，你要执行你的想法；二，你要有更明确的对事业的规划和执行的能力；三，感情上你得让着我。你那个脾气来了，那个东北老爷们那儿的那个大男子主义劲儿，你得给我收回去，得温柔对我。这3点是吧？人家可没说我来了今天必须和你分手，没说是吧？给机会了，我给你时间，给你机会，但看你表现。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听听老师们的建议。2个人的反差越大，爱情它就会越不平衡，因为爱情不是一个人的表演，女生越有主见，男生越是离不开，他就是现在这样的状况。女生的优点是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，我自己的未来我自己有谋划，非常的自主。女生这一点非常棒，但是女生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有点急功近利，急于求成。您希望这个男生按照您设想的，他应该如何如何，这就我们常说的恨铁不成钢。但是钢它不是恨出来的，它是练出来的。女生有很多方面我能够理解，这也是因为爱嘛。但是恕我直言，你们2个人现在的爱情败就败在合伙创业，年纪这么小就合伙起来，把做生意当成了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，那必败无疑。我们经常说爱情有时候很纯粹，它需要理解包容，它也需要妥协。但你们2个人的爱情呢，由于有了经济的杠杆以后，在很多方面就无法妥协了，无法包容了，因为他用数字说话了。那您说这样的爱情枯燥吗？有意义吗？爱情有时候傻一点好，真的纯粹一点好。如果你们2个人回归到纯粹的爱情再试试，我认为你们2个人如果分手太可惜了。谢谢。我觉得这个男孩把这个爱情啊各方面看得越来越重，对。然后这个女孩呢，还是这个把工作呀各个方面还是比较重，就是那个心思，他们2个人放的位置对不太一样。2个人在一起，规划也一样，创业也一样，还是循序去渐进，不要盲目的就是投资那么大。那包括我们弄作品也一样，我们也是一个一个的弄，在那种小的舞台上锻炼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登上大的舞台。还有这个男方确实是很积极上进，要说搞体育啊，搞这个，建议男方这边责任感呢强一点。很多的时候女方这边呢也是，就是示弱一点，多为对方考虑考虑，多体谅一下对方，然后能够感受一下男方这边的这个爱的那种关怀，男方这边加把劲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其实说实话，先说难听的还是先说好听的呀？先说难听的吧。先说难听的。我其实还挺生气的，姑娘，你站在这儿精精明明的，漂漂亮亮的，但真的感觉你在欺负他。你让这么一个东北来的小伙子无所适从，不知道干嘛。人家学体育，大学一毕业，你让开甜品店，二话不说跑到毕节开了个甜品店，你还要咋？我要是他妈，我是开什么甜品店？你学体育的，老老实实给我做教育去，考公考编考教师资格，考研。是到小学到初中当体育老师多好，去什么毕节开甜品店？一大老爷们儿了，你要咋上天呀？不就因为他喜欢你吗？不就因为他觉得这个事儿，既然我女朋友说了，我现在还年轻，我愿意尝试吗？你要咋吗？我就不知道。婆婆上身了，这是难听的呀！你说的太对了，是不是？而且现在甜品店生意不好，你怨他吗？谁家开店这么年轻，能没矛盾吗？40、50岁开夫妻店的还吵架呢，吵架怎么了？吵架就是他不行，吵架就是他不爱你了，吵架就是他没能力。
他不知道说问问你又怎么了？不能问吗？你这么强势，你在社会上干了这么多年了，问你也是错，不问也是错，你让他怎么做？对不起啊，我这婆婆生日，所以我就问孔老师，我先说难听，您别哭，太投入了。不是他为啥哭啊？我还要马上说好听的啊！他为啥哭啊？你再说重了呗。婆婆再说婆婆骂了，她可不委屈吗？我换成咱娘家人啊，我其实挺心疼这个姑娘的，10几岁出来就在社会上打拼，别怪她说好像怎么从头到尾谈工作不谈爱情，因为她太早经历社会上的很多事儿了。你说25岁的姑娘谁不渴望爱情？谁不希望在爱当中滋养？说我们俩今天说情人节买什么礼物，明天咱们去哪儿玩一玩，她都没说，她都没提这些，为什么？因为她太早进入社会，一个人去闯荡，她也挺苦挺难的，她就一心想出人头地，她都没有机会停下脚步好好体会爱情。所以我挺心疼你的姑娘，咱不着急，25岁你已经很棒了，人生长着呢，有一个爱你的人，愿意和你长相守的人在身边，我们一起，你走得快一点，等等他，他走得慢一点，他赶一赶，去体会一下你们彼此的爱啊。我心疼你就心疼在这一点，我想劝你的是多爱自己一点，去体会一下生活中不同层面的，工作上的酸甜苦辣，情感当中的酸甜苦辣，别老较劲在那个工作上。男生我想跟你说的是啊，我知道你挺喜欢他的，也很尊重他，我个人感觉啊，确实没那么合适，你俩真的不一样，不是一个类型的人，顺其自然吧啊，你俩合还是分我不劝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这是一个好强的女孩，也注定了你跟不上她的脚步。她走得非常的快，她有跟别的女孩不一样的毅力。很少有女孩子说，我因为不喜欢我的专业，我不喜欢被家人摆布，所以我决定转回头去读个书去。但她做到了，她让自己又一次考上大学，她知道自己该学什么，自己该做什么。接下来的人生，他还有自己的计划。他的计划应该是在职场里头，要么接着进修，让自己的能力更强；要么可能他需要为自己的人生铺设，换男朋友。你想重新被他欣赏，重新被他看到，你的专业使你不可能那么快速，而且异乡来到这里，也没有什么人脉，没有什么朋友。年轻小伙子也没有说我突然中个彩票，有很多的资金。所以对于你来讲，近期不会有高光时刻，而你近期任何一次和他吵架时候的不妥协、微表情，都可能激怒到他，让他觉得可以分了，是时候分了。他是一个注定要走的人，他没错，让他走吧。对于姑娘，你很辛苦，你加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我觉得简单的说，两个人不是一条路上的人，不是一趟车上的人。我们每一段关系可能都是在人生的这一段路上彼此相伴一段路而已。可能你们是那个无法一起坐这趟车到达终点的，因为早在你们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人已经先下车了，他可能已经坐上了另外一辆车。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可能都没错。但你们两个人今天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这些信息，更多的是让我感受到你们是创业的合作伙伴，而没有听到恋爱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你们的爱体现在哪儿？你们的爱是体现在合伙去开了一个甜品店，每天沟通店的经营，就是你们的谈情说爱的时间全部都是在谈工作，没有情感的交流，因为顾不上。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，你们的情感其实就戛然而止了，没有继续再往下发展。你们甚至都没有经过热恋期就进入了合作伙伴的模式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更多的感情交流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生意合作伙伴上的一些交流的话，现在其实说白了是你们生意解体，合作伙伴关系的破裂。那作为情侣，你们只要问对自己一个问题：我还爱他吗？还有爱吗？没有爱，那作为恋人的关系也解体，很简单，就这样。谢谢。我们看看你们最后的选择，来，请到转门后边。小情侣呢，这女孩其实是想分开的啊，但也给了一些时间。
看看他们两个人的选择吧。如果两个人不出来，我真的有感觉到有点遗憾。有点遗憾，他们可以试试，真的可以试一试最好。确实是。好，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好做，肯定没了。哇，哎，出来了。啊，嘿，哎，这牵着手呀，怎么还是？哎呀，你是跟班的呀？哎呦，对。老板带着员工出来，员工就得跟在后面。员工在这边习惯了。对，你以后少点大男子主义啊。你也少点大女子主义啊。是老师。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其实刚才听五位老师的点评，我内心挺有触动的。这个其实挺后悔开这个店的。这个后悔的是感情很少，都在忙碌这个生意。然后我刚才在台下也跟他说，我说看你掉眼泪那一刻，我其实挺心疼的。这是个好女孩。是，我也是很认可的。然后我也希望她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也要去落地去执行。哎，你这女朋友真的挺漂亮的，关键人家不光长得好看，内心也很美好，一心向上向善，我觉得很值得珍惜一个姑娘。你有什么说的吗，女孩？我既然答应他来参加这个节目，肯定是有感情在的。然后呢，也不想就这样随便的错过。我还是想再试一试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努力哈。好，我说这个男孩，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这个情绪。很多的给女方的这个关爱，你一定要给足人家。那我也叮嘱一句吧，这其实女孩她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，她也是一个小姑娘，内心也是柔弱的。她那么高要求自己，是因为其实内心支撑自己的东西不多。你反而是一个很相对能松弛的人，你应该撑起你们俩的感情世界的那个精神支柱。咱们都加油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，拥抱吧。好，亮灯吧。哎呀，还舍不得分开呢。看出你们的感情了，也希望以后你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感情更多一点，焦虑更少一些。祝福你们啊！再见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这边好。同时呢，也感谢我们的5位老师，我们下次爱情保卫战再见。容美好，共未来，天津卫视。